大家好，我是幸福的眼泪。今天做了核桃冰激凌，清爽香浓不甜腻。因为前两天看到有一条热搜，说新疆的核桃冰激凌特别好吃，那我也做一个尝尝呗。做这个核桃冰激凌需要用到100克核桃仁儿，先把它放在烤箱里，用170度烤10分钟，凉了以后给它打成粉。牛奶400克，煮开，然后就关火，把这个核桃粉倒进来。拌匀，然后离火，不能一直在火上放着，盖上盖子焖10分钟，然后过滤，你就会得到了一碗核桃奶，然后可以给它喝掉，全剧终。鸡蛋2个，里面加50克白糖和30克黑糖或者红糖，我用的是椰子花糖，就是低卡糖，因为它长得跟红糖一个颜色，而且相对低卡，所以我就用它了。用打蛋器把鸡蛋打发，不需要打得像海绵蛋糕那样，就给它打浓稠，气泡相对细腻，不是大粗泡就行。打到这个样子就行了，然后一点一点的加入过筛后的核桃奶，给它们拌匀。不用全加进来，加1半奶就行。然后再把它倒回在奶锅里，再放到火上去熬煮，跟做卡士达酱基本上是一样的。一定要用特别小的火，一边熬一边不停的搅拌，火千万不要大，大了以后就会变成蛋花汤。熬到82度就可以了，如果没有温度计的话，就看一下这个状态，很浓稠的状态。这个奶糊可以挂在刮刀上，划一下不会滴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给它盖上，放到冰箱里去晾凉。然后接下来有2个版本分享给大家。如果家里有冰激凌机，那就把这个晾凉的核桃蛋奶糊和蛋奶油一起放到冰激凌机里，剩下的就交给机器搅拌个30到45分钟左右就好了。没有机器，咱们就自己稍微多搅拌搅拌，也不太费劲。没有冰激凌机呢，我们就先把淡奶油打到7分发，淡奶油是200克，给它打到这样有点浓稠状就可以了。然后再加入这个晾凉的核桃蛋奶糊，给它们搅打均匀，注意打匀就可以了，不要打太久，要不然该把奶油给打过了。然后给它放到冰箱里去冷冻1个小时。1个小时以后拿出来再搅拌一次，可以先用刮刀试一下，不要直接用打蛋器打，因为如果它太硬的话，直接用打蛋器，那打蛋头可能就废掉了。然后再用打蛋器给它搅打个30秒吧。冰激凌在做的过程中一定要不停的搅拌，因为冰激凌里必须要有冰晶，但是我们想要的冰晶是小冰晶，不是大冰晶，搅打就可以打断，不让它形成大冰晶，从而产生更顺滑、质地更细腻的冰激凌，这样吃着才不会有冰渣。搅拌均匀以后再放到冰箱里去冷冻1小时。用冰激凌机的这个不到1小时就搅拌完成了。然后一开始过滤出来的那个核桃粉也不要浪费，再给它加进去拌匀就好了。给它放在一个容器里，然后放到冰箱里冷冻，直到它完全变硬就可以吃了。又过了1个小时，这手动的冰激凌需要再搅打一次。还有就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？大部分做冰激凌的配方用的是蛋黄，对吧？这个配方用的是全蛋。用全蛋做成的冰激凌呢，质地会更轻盈蓬松，风味丰富，因为还多了一个蛋白在里边嘛。口感上会比蛋黄的更清爽。蛋黄做的冰激凌是质地顺滑致密，并且有非常浓郁的蛋奶味儿。对于有的人来说可能就会觉得腻。那如果以后你们在做冰激凌的时候，要是想要清爽轻盈的口感，就可以尝试用全蛋来做。这个配方也是可以换成蛋黄的，如果你家里刚好有剩下的蛋黄，你就可以用蛋黄来做。这第2次搅拌完以后就完事了，然后再把剩下的核桃粉加进来，给它们拌匀了，再放到冰箱里去冷冻，等它完全冻硬以后就可以吃了。其实纯手工做也不费事儿，时间就是比机器的会长一点。这个冻了1晚上，现在就是让它先回温，
等它稍微软一点就可以挖球来吃啦。这个配方的冰激凌吃起来也是完全不会有冰渣的，口感上也很清爽，不会觉得特别甜腻，还有一个核桃的香味在里边，很有特色，我觉得是非常好吃的。刚开始我还琢磨用低卡糖会不会有冰渣，真的是完全没有。下次再做冰激凌的时候，我打算尝试一下全部用低卡糖来做，看看会是一个怎么样的效果。如果能没有冰渣的话，那真的可以实现低卡冰激凌了。吃的时候还建议大家一定要放一点黑巧克力碎进去，会增加一个咀嚼的口感，这样的搭配真的太好吃了。那今天就到这里啦，做法不太难，感兴趣的话你们也找时间试试吧。如果喜欢我的视频，一定要帮我点个赞哦，期待你们的核桃冰激凌作业，拜拜。